今天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博物馆就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边，和人民大会堂对称，现在都简称叫国博。国家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只要预约就行。在03年以前，国家博物馆是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我也是将近有20年没有来过这里了。国家博物馆的面积有20万平方米，据说藏品有上百万件，也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尤其是里面常年展出的古代中国展，有非常多的历史文物，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都被称为镇馆之宝。博物馆的几十个展厅，从地下1层一直到4层，其中最大、最好看、最值得去的是地下1层的古代中国展。里面的展品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晚清时代。今天着重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10几件镇馆之宝，一定会让大家大开眼界。这里就是地下1层的古代中国展。我几乎去过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博物馆，博物馆里对游客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可以拍照，但是不可以摄像，所以今天很多的介绍都是通过图片来完成的。来看一看这里有哪些镇馆之宝。这是陶鹰鼎，一件陶器，鹰的形状，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唯一的一件鸟类造型的陶器，距今已经6000多年。这也是我国首批的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这是1971年在内蒙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玉龙，距今也有5、6千年的历史。这也几乎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原始玉雕，有中华第一龙的美誉。在国博里所有的镇馆之宝里，鼎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一件是后母戊鼎，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都叫它司母戊鼎。这件大鼎重875公斤，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重的单体青铜器，它的历史至少有3100年。鼎这种东西，古代基本就是种锅的概念，就是烹煮肉的。后来逐步演变，代表了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在博物馆的3楼，展示着几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大鼎。这个叫子龙鼎，高1米多，是一个圆鼎。据说鼎的内壁上有子龙2字。子龙鼎和后母戊鼎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方圆重宝。这几个青龙大鼎都是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子龙鼎出土于中国河南的辉县。青铜鼎有几种形状，圆形的基本都是3角，方形的像后母戊鼎都是4角，又分为有盖和无盖的2种。这也是镇馆之宝大禹鼎。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这个字也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的意义。成语中有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所以来国博一定要看这几个青铜大鼎。这是另一件镇馆之宝，国际紫白盘，像个大鱼缸，是西周时候的铜器。盘内底部有8行100多个字，所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据说当时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刘铭传发现，当时是一个马槽。现在看到的是四羊方尊，这个是商代发现的最大方尊。这个四羊方尊高度为58厘米，重34.5公斤。这座方尊工艺精湛，造型典雅，气势磅礴，堪称青铜典范，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接下来的镇馆之宝是这尊铜犀尊。铜制的犀牛，长是58厘米，高34厘米。铜犀尊是一件西汉时期的酒器，63年在陕西出土。犀牛的背部有一个像马鞍形状的，是一个可以开启的活盖，肚子里是空的，用来存酒，犀牛嘴可以往外倒酒。这个看似不起眼的青铜器叫立簋，也是非常重要的镇馆之宝。簋是装东西的，相当于盆儿。这个青铜立簋见证了中国古代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它的价值甚至超过了后母戊鼎。这个镇馆之宝叫青瓷莲花尊，大约是公元4世纪到6世纪的北朝时期，高度将近60公分。这是一座木雕的观音，现在放在了博物馆4楼的佛像展馆里。这是个坐着的观音，高度2米，是宋代的文物。以前这尊观音曾流落海外，2005年的时候被收购回国。这件是明朝孝端皇后的九龙九凤冠，这件凤冠上镶有100多个宝石，珍珠5000多粒，华丽贵重之极。这也是一件新石器时期的彩绘陶缸，上面画着一只欢鸟鲷鱼，还有石符。中国的石器时代图画是极其少见的，而这幅图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史前图画，价值可以说是无可估量。这是三星堆出土的面具，各种几千年历史的铜器。中国具有5000年灿烂的文化，因为历史的各种原因，能够留存到今的各种文物少之又少。这些年不断从民间及海外收集到各种的文物，又回归到了祖国。这是编钟，这是兵马俑，都是原件。金缕玉衣，很多几千年的文物，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光鲜亮丽，但是非常有价值。国家博物馆里面明清的文物不如故宫博物院多。左边是乾隆，右边是康熙的画像。国家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展品众多，可以多来几次。这是博物馆2层展览的复兴之路，主要展览的是清朝以后到现在的一些历史文物和图片。复兴之路展厅里有2尊12兽首，圆明园的12兽首，这2尊是兔首和鼠首。这2尊兽首回到国内也是历经坎坷，最后算是法国的皮诺家族无偿捐赠给中国了。2013年的时候放到了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的展厅很大，有非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除了地下1层的古代中国展和2层的复兴之路展览，在3楼、4楼也有很多展览。这是3楼的几个展厅，4楼的佛像展厅。佛像展厅里有非常多精美的佛像。以前在世界其他的博物馆里看到过大量的中国古代佛像，这次在国家博物馆里也看到了这么多栩栩如生的精美佛像，真的太好了。这个就是宋代的木雕观音，
也是从国外流回国内的。目前国内的博物馆非常多，其中拥有大量珍贵文物的一级博物馆就有200多个了。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和普通游客，如果有时间可以多去这些博物馆看看。国内的10大博物馆我觉得有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馆、湖北博物馆、湖南博物馆、辽宁博物馆，还有浙江博物馆、四川博物馆都不错。另外还不能忘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这是国家博物馆里其他展厅的一些展览。整个国家博物馆面积实在太大了，慢慢的逛一天都逛不完的。目前国内的公立博物馆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所以这对于普通游客和公民来说实在是太好的消息了。2003年改为国家博物馆之后，其实来这个博物馆的北京人都不算很多。其实这里真的是值得来看一看，可以了解到祖国灿烂的文化历史。参观完国家博物馆，已经过了天安门降旗的时间了。走进天安门广场，这些都是刚刚看完降旗仪式的游客。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知。今天的天气真好，带大家去一个地方，是奥林匹克塔。看多蓝的天！这里面是中国考古博物馆，今天预约了一下，带大家参观一下中国历史博物院。这是北京免费开放不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这里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预约的人很多，最好提前几天预约。我今天就来参观拍摄一下这里。进来的一个大门厅，从旁边进去，这里有租用的免费讲解器，不过数量有限，现场也有定时的解说员解说，一天上下午好像各有3场。现在进来的是1楼大厅，哇，好壮观！这是整个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上下5000年。大厅左右两侧有2个战车，珍品。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多年。这是一层大厅左右两侧的唐朝的十里兽，这是大厅右侧的北宋时候的龙形骑兽。大厅左右两侧墙壁上也都是文物。这个就是现场的解说员，在参观之前最好听他的解说，了解一下这里重点的文物。介绍1层和2层的重点区域和重点文物。首先呢是一条历史大道，它是以时间轴的形式展示了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历史事件。它是从距今800万年前的大马古河为起点，一直延续到党的20大的召开。赤道的两侧是2辆神代马力，寓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就可以沿着右手一侧的扶梯，扶梯的右手一边呢
整个博物馆是以历史中国鼎铸文明为主题，展示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珍藏的文物精品和文献精华。现在去2层，这都是从河南、内蒙。博物馆有4层，分为5个专题展览：文明起源、宅兹中国、大国一统、和荣万方和民族觉醒。来看一下2楼，2楼展厅。进门的一个展品，2楼入口，大口陶尊，公元前4000多年，距今6000年的远古寻踪。2楼有远古寻踪和文明曙光2个板块。这是2楼的，这都是距今24000年的石器，看着像一个土喀拉块，实际上是个石器。这都是旧石器时代，距今2万多年前的东西。距今26000年，开始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穿过了一段时光隧道，进入了新石器，陶器为主。新石器，这个是距今8000年的一个陶罐，彩陶，这都距今6000多年了。这是公元前4500年山东出土的，这都公元前4000多年，这些是陶做的人面，精良。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出现了文明曙光，有些石器、陶器、玉器已经非常精美了。这个是公元前5000年陶做的人面像，这是一个陶瓷陶器，这是公元前4300年的一个陶器。出书文字陶，这是匾额。这些陶器上已经出现了文字符号。这都是新石器的，距今至少4、5千年前。去3层，现在前往3层。3层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展览——宅兹中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此是中国的自子遗之构造了这些讲解员也准时出现在了3层展厅，会简单做一个介绍。白色它可能是一位邓国女子的嫁妆。这个宅兹中国也是最早中国的由来。是建筑于天下的东西。宅兹中国，中国的由来。这是一段铭文上的字，有宅兹中国。 3层展厅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文物。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绿松石的龙形雕，这是4000多年前的绿松石的龙形器，长度有60多公分。这是在河南出土的。这里面展出的都是真品，所以都非常有价值。公元前1700多年，宝鼎多精美啊！公元前1700多年，这是镶嵌着绿松石的兽面纹铜牌饰，都是将近4000年的文物了。看看这是什么？是玉杖。这个有40公分。这里展出了很多夏商周3代的东西，包括商朝的甲骨文，公元前1600年，很多都是3800年前后的文物。宋兴、铜壶，一定要多看一看单独展出的东西，都算是镇馆之宝。这个是铜锡尊，博物馆门前的那个雕塑。这都是铜做的。整个3楼也分为建中立吉、青铜时代和礼乐大成3大板块。这是公元前
700多年。还可以互动一下，敲一敲编钟。4楼，现在去4楼看一看。华，中华的华。4楼主要是大国一统的专题。首先进去之后，可以看到的是清代的珍贵图集《乾隆内府舆图》。那么看完《乾隆内府舆图》之后呢，我们可以就看到很多古代都城考古出土的一些文物。其实我们是想从都城考古的视角来向大家讲述大国一统。听了讲解员的简单介绍，开始参观4楼。隋唐洛阳城，可以看到好几个古城的图。北京城的关系，这面都是建立都城，都有中轴线，一些都城相似的地方一脉相承。4楼有好几个展厅，每个展厅都有一些特别的文物。是陶器，明朝的白底黑花龙凤纹，这个也是重要的文物。电子翻书。 4楼有不少展品是可以手动互动的。是从哪儿翻呢？哦，从这儿翻。哦，这真的呀？嗨，哦，纸是真的。这是清朝的，可以看到很多珍贵的文物，像这个，这是唐朝的纸。哇，唐朝的纸竟然保存到现在。唐朝的纸竟然保存下来了。汉朝的名牌，贴汉、玉玺。这是近代的。前面是近代的民族觉醒展览，有很多特别的文物。这梁启超写的信，张之洞奏折的字，光绪批的嘛。孙中山的字，招的成绩单70多分，15分。是鲁迅的字，学生情绪。是列宁的手稿。转一圈儿。这就是门前的铜锡尊。参观解释。这是主展馆。这个中国考古博物馆就在奥林匹克公园地铁站旁边，周边的旅游资源也非常多，以后有机会来这里可以看一看。这里是海南博物馆，这里展示了一艘800年前南宋的沉船。从这艘海底沉船里挖掘出了上万件宝贝。博物馆里还有一件镇馆之宝，体积小到需要用放大镜来看。今天上午没有安排去景点儿，周大哥又约我一起去吃海鲜。我们来到了这家万人海鲜大市场，不过中午这里吃饭的人不多。我们3个人点了个团购的海鲜套餐，又是周大哥请客，他说这个团购给他省了不少钱，本来要花1000块钱的，结果只花了350，心里很感谢周大哥，又当导游又做东道主。周大哥和谭大哥也都非常喜欢旅游，而且都喜欢健身运动，都算是个老帅哥，在海口过着非常舒服的退休生活。可是我不太好意思拍他们俩。现在到了海南博物馆，进去参观一下。海南博物馆算是个4A 景区，对公众是免费开放的，现场预约就可以。这是1层的大厅。目前博物馆有3个基本陈列展、2个专题展和4个非遗，主要看的是3个基本陈列。
南冥梵科、方外封疆和仙凡之间。首先参观1层的南冥梵科，这是一个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尤其是看一看这里挖掘出的800年的南海沉船，以及沉船里的1万多件文物。这艘沉船叫华光礁1号，是1996年在西沙群岛的华光礁附近发现的。这里展示的海底的沉船船板，在发现沉船10多年之后，2007年、08年开始大规模的挖掘这艘沉船。其实在西沙群岛的华光礁附近发现过几艘沉船，不过只有这艘华光礁1号保存相对完整。打捞这艘800年的华光礁1号沉船是个难度极大的工程。经过对船上文物的鉴定，认定这艘船是800年前南宋的商船，好像是从泉州驶出，在西沙群岛沉船的。打捞上来的船板不能直接展出，要经过很多技术的处理，包括脱盐、脱水很多道工序。里面的实验室里就是经过处理的船板，总量是511块。这是刚刚打捞上来未曾复原的一些文物，大部分都是瓷器，应该是销往东南亚的。除了瓷器，也有一些陶器和其他的东西。这是修复完整后的一些瓷器，有盆儿、碗儿、盘儿、罐儿、盒儿。地板下面展示的是海底沉船的一些文物。展厅里除了大部分是南宋时期的文物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朝代的。在西沙群岛的华光礁附近，还至少发现过其他2艘沉船。有一些是明清时候的铜器、石器。发现华光礁1号沉船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这艘船是一个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商船。华光礁1号是福建产的船，其中有一项是水密隔舱技术，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商船。马可波罗也曾在他的游记里记录过这样的商船。这里还展示着其他一些文物，包括一些航海的记录和地图，说明中国自古以来就在这里。1楼展厅还有一些沿海渔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现在来到了2楼的陈列馆。2楼主要是方外封疆，也是海南历史陈列。这里的展厅全方位地展示了海南的历史发展变化，还有人员变迁，有很多丰富的图文资料，几乎展示了海南岛从40多万年前的史前时代，一直到民国时期的漫长历史变化。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到2楼主要来看的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史书上记载，海南岛是公元前100多年前正式划入中国的汉朝版图，而这里展出的一个实物更加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一枚叫朱炉直盔的官印，这是1980几年在海南乐东县发现的。这是一枚银制的官印，体积很小，上面有一条小蛇，小到只能通过放大镜来看清。朱炉是县的名称，直盔代表着爵位，用以册封有功的大臣。
这篇印章就是朝廷赐给当地的守官的，这上面就是印章的4个字：诸卢直窥。没想到吧，这枚小小的印章就是价值连城的海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再来看看2楼博物馆其他的展品，这些是汉朝的一些铜器，有像锅一样的，这是一些汉朝的陶器，这是瓷器。鉴真和尚第5次东渡日本时，也因为迷失方向，流落到海南的三亚。在博物馆的历史陈列里，有大幅的篇幅展示了一些贬官文化。海南有很多被流放、降职、发配到海南的一些非常棒的官员，包括苏东坡、武功祠里的5位大臣，还有邱俊、海瑞，这些都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直到目前，海口市还有很多这几位历史名人的一些古迹，包括武功祠、海瑞墓、邱俊的故居和邱俊墓。我准备找一天时间，把这几个地方实地参观一下。博物馆里还有一些明清和现代，包括民国时期的一些文物展览，还有不少照片，有下南洋的，还有外国人拍的当时海南人的照片。2层还有2个专题展览，一个是墓中皇后，也就是海南黄花梨的陈列展，展示了黄花梨的生长环境、药用价值，还有制作的一些家具。这个是黄花梨做的椅子全部拆解下来的样子。这个是海南沉香陈列，也叫香中魁首。3楼展厅展示的是仙凡之间，通过各种文物和史料的展示，带领观众纵观整个海南岛，既能领略本土文化的厚重，还能了解很多移民文化，包括水上生活和陆地生活。这是整个海南风情系列的展览，包括在海南居住的黎族、苗族，还有回族。3楼还有海南的4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览，可以在这个展览中用短短的时间了解整个海南的文化。海南建省时间并不长，是从1988年开始的。经过30年的努力，海南省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来海南旅游，甚至只用1周时间，可能也只够在三亚度个假的时间吧。其实海南的旅游和文化资源真的很多，我也希望用我简单的足迹和介绍让大家了解一些，也谢谢大家的关注。